課，沒有討價還價，只有鐵拳教育。鐵拳教育。你的规矩碎了，我的拳頭是新的邏輯。這一刻沒有討價還價，只有鐵拳教育。鐵拳教育。你的规矩碎了，我的拳頭是新的邏輯。這一刻沒有討價還價，只有鐵拳教育。鐵拳教育。你的规矩碎了，我的拳頭是新的邏輯。各位，今天的節目就這麼快樂的開始啊。那今天剛好配合本集換了一個鐵拳教育的新片頭曲。反正我們的目的就是希望各位沉浸式的理解。各位事務所的同學晚安，今天是端午節，我是朱學恆，今天是2026年6月19號，希望各位今天端午節都過得快快樂樂的，一切順利平安的。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鐵拳教育，一場來自於大韓民國教育界靈魂深處的痛哭。為什麼會這樣講？所有的爽劇啊，背後一定有無數的悲劇，讓整個社會變成了能夠理解、能夠共鳴。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是教育權、教權保護局、羅華鎮瑞二國小鄭根植。各位同學準備好了嗎？我們開始哦。今天的定場詩是一拳打盡惡人盡，一目快意40國，須知爽劇淚先流，講台空語問蒼天。來，各位同學，我們先從一個數字開始，這個數字是45。2026年6月12號，一部韓劇在全世界45個國家同一天衝上 Netflix 排行榜的第1名，它叫《鐵拳教育》，韓文原名叫 Chamgyeong-yuk， 字面的意思是真正的教育，英文的名字更直接，叫做 Get School， 好好為你上一課。我跟你講，這成績有多誇張？第2個禮拜啊，它單周2110萬次觀看。46個國家冠軍，91個國家進前10名，連續2個禮拜非英語影集的全球第1名。各位同學，你要知道啊，能做到非英語影集連續2周全球第1的作品是非常少數的。它不像台灣拍出來那些左派自爽片。只有台灣紅，甚至連台灣 Netflix 都不紅。拍出來之後，導演再也接不到下一個案子。它是跨文化、跨領域、跨語種的感染力，不是只有韓國人愛看，不是只有亞洲人愛看。墨西哥、智利、卡達、土耳其、黎巴嫩這些跟韓國八竿子打不着的國家，都把它頂上冠軍了。這件事情就奇怪了。一部講韓國校園、講韓國教育問題的劇呢，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子的一個數字？為什麼能讓全世界這麼多文化背景、語言完全不同的人，通通都爽到同一個點上，看到同一個點上？各位，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你討論的第一個線索。當一個如此在地的題材，一個如此韓國風的題材，能引發如此全球的共鳴，那代表它戳中的不是韓國獨有的問題，它戳中的是一根跨越國界、跨越文化共同的痛點。各位，你可能會想啊，不過就是又一部好看的韓劇嘛，爽片而已。對，它是爽片，但是劇情爽到不行。我跟你講，他在演什麼？你如果還沒看過，我幫你稍稍解釋一下。這個爽片在演什麼？這個爽片在演一個不存在的機關，由韓國政府成立，叫做教權保護局。教權保護局機關是幹嘛的？他專門招募特種部隊退伍的軍人，讓他們去考教師證。然後以督察的身份進到那些爛掉的學校裡面，進去幹嘛？沒有很複雜，他就打人，他就扁，他就把那些作威作福、覺得自己未成年根本不受影響的人痛扁一次，一次不夠就痛扁2次，2次不夠就痛扁3次，3次不夠全家叫下來扁。他打那些霸凌同學的學生，打那些惡意投訴老師的恐龍家長，打那些貪污的尸位素餐的校長，老師面帶微笑，一個一個打趴，爽不爽？爽啊！全世界45個國家的人都覺得爽，但是各位，萬事通事務所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這個“爽”字翻過來，因為我研究完這部劇的背景之後，我笑不出來。我跟你講，我甚至覺得很想要掉眼淚，因為每一個爽片背後都是無數的悲劇在支持的，你看了才會覺得爽。因為這個劇裡面每一個荒謬的設定，那個現實中根本不存在的教權保護局，那個面帶微笑打人的督察，那個以暴制暴的快感，它背後都對應着一個真實的死掉的人。這部劇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爽片啊，它是從一片墳場上面長出來的。所以今天這一集我們要做3件事情。第一，我帶你認識這部劇，認識這一個角色，認識他是怎麼從一部爭議到被腰斬的漫畫改編成影集，動了什麼手術。我沒開玩笑哦，這個原著《鐵拳教育》的原著在 Webtoon 是一個網絡漫畫，在北美洲被腰斬。因為太爭議了，北美洲的 DEI 反抗太強烈，我覺得劇情還好，但是它受到北美一堆 DEI 的人政治正確的抗議，最後被腰斬。腰斬之後，沒有想到 Netflix 又復活了，但是他做了什麼改編，動了什麼手術，我們要跟你講。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我帶你回到2023年的夏天，回到那一間真的存在的國小老師的那個教室，有一個心靈小角落的教室。我告訴你，這部劇是從什麼樣子的絕望，什麼樣子的悲劇，什麼樣子在全韓國如同潮水一般的大規模抗爭裡面長出來的。然後我們把鏡頭轉回台灣，先把話講在前面。今天這一集裡面有些地方不好笑，因為真的有人死，真的有人走投無路，面對整個環境的壓力，他最後抵抗不了，
他只好死。我們開始啦，來，教權保護局啊，就是各位我們在後面畫面上看到的這個影集的封面，它是一個不存在的機關。先來看一下這張海報，4個人站在一條凌亂的，像是剛打完架的學校走廊上，上面寫了一句標語，韓文標語的翻譯叫做"我們會守護你們"，我們會守護你們，聽起來很溫暖，對不對？守護哦，但是這部劇守護的方式是靠拳頭。站在最中間的，穿着3件式西装，眼神冷酷，看起來有點像亞洲版的 John Cena 的那一個角色，叫做羅華正 Nawajin， 由金武烈，他的那個韓文名字叫 Kim Woo-yo 出演。他是教權保護局的督察，出身陸軍特戰司令部的特任隊。簡單講，他是軍人，一個被國家派進學校裡面合法動手打人的軍人。整部劇就是他帶頭，親自一個一個解決問題。在聽直播的各位啊，有沒有覺得這個設定很熟悉？一個全知全能、不會犯錯、被國家授權進到校園裡面揍學生的人，這不就是更會打、更年輕、更帥的教官嗎？我等下會回來講這件事。你知道民進黨要開發什麼第5級保全，根本上就是退役軍人受過戰鬥訓練，還有體能訓練，要進校園，要配合國防部跟警察，要查毒品。世界是諷刺的，繞了一圈，當你在凝視深淵的時候，你自己會變成深淵。那站在他旁邊啊，穿藍色或者藏青色西裝啊，戴眼鏡，年紀比較大的，叫做邱康樹崔強熙，由李勝明、李松命主演。他是誰？他是教育部部長。他是教育部部長，是教权保護局這整個機關的創設者本人。當初是用預算為理由跟執政黨協商到最後夾帶在裡面通過的，這個才叫民主政治的常態啊！哪一個民主國家跟集權國家一樣不協商嗎？就違憲，一直跟你硬幹，然後靠北說嗎？你不通過預算，所以我什麼都不能做。隨便你，反正現在的政治我也不用評論，我就跟你講這些東西，你光聽鐵拳教育就夠聽了。所以崔強熙是那種為了恢復教育，為了恢復學生的教育權、老師的教育權、学生的受教權，一寸都不肯退讓。現實世界的官员不会這麼夠種啊，那這個才是真正奇幻的地方。我跟你講另外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也在 Netflix 上面，2年前金武烈跟李勝明一起演過同一個導演另外一部講少年犯的劇，叫《少年法庭》。他們在那個劇裡面嘛，2個人都站在要感化少年犯，要給孩子機會，但是被不停打臉的人權派，這個自由民主派、進步派，結果在鐵拳教育裡面，2個都黑化，2個人變成寸土不讓，用力的打下去，以暴制暴，從主張感化變成主張鐵拳，你說妙不妙？很妙吧？這個演員的選擇本身就是一個隱喻，連整個戲裡戲外，整個社會的情緒都從感化轉化成打下去，就他媽打，給我瞎雞巴打，打到對方屈服不敢犯錯為止。
然後是那個長頭髮女生啊，叫林翰林 （Im Han Rin），由陳其洲主演。對不起，很多韓國人漢字都是推測，沒有定案。金基柱陳其洲演的，他也是特戰部隊出身，他小時候也受過霸凌，是羅華正在路上救了他，所以他加入特種部隊，他就是有一點瘋瘋的那種角色，但是越瘋越可怕。據說陳其洲為了演這個角色，去研究真實的軍人影片，他自己說要演出那種目標一旦鎖定，就像賽馬一樣往前直衝的感覺。最後那個比較年輕的、有點書生氣的，叫做奉根大 （Bong Da），是這個小隊的事務官，最懦弱、讀書人，那個有點像職業技術學校出身，負責駭客、技術破解跟滲透進學校這個工作。反派是誰啊？反派是誰？反派裡面最關鍵的一個，在第一集就出現了，叫柳光弼 （Liu Guangbi），他是執政黨總統候選人等級的國會議員。他兒子在學校霸凌同學，然後他動用權力把整件事情壓下來，把他的同學逼到跳樓，甚至用爸爸的壓力讓他同學爸爸的公司倒閉，接不到單。各位，這個議員爸爸替霸凌兒子壓案的橋段，先記在心裡。我們今天不會多說，以後有機會吧。演這個議員的演員呢，叫做宋永奎 （Song Yong-wei）。但是各位可能都不知道，也沒人注意，宋永奎已經過世了，鐵拳教育變成他的遺作。所以這一部劇在韓國播出的時候，也有一波對他們的追悼。那我們也是對高雄市長參選人也有一個追悼。那我們回到剛剛那個問題，一個被國家授權進校園合法管學生，甚至直接體罰動手的人，在聽直播啊，各位當過兵的各位，你們雞皮疙瘩有沒有起來？有吧？我小時候有這樣的職務，叫做教官吶。目前地球上，我們必須要承認，台灣以前有現役軍人掛着軍階，領着軍饷，常駐在一般的高中校園裡面，參與學生的管理。他好不好，見仁見智。但我要告訴你，你要記得，民進黨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要把它廢掉，但是最近看起來好像立場不一樣，就跟核能政策一樣。各位，我再講一個你可能沒想過的角度，為什麼鐵拳教育這個設定呢？在韓國叫奇幻，導演說：“哎，我沒有提供解決方案，我們就是一個奇幻作品。”在台灣有個現實的影子，因為東亞這個社會，東亞這個社會骨子裡共享同一種對於秩序的想象。我們從小被教的呢，不是怎麼跟不同的人協商共處，是聽話、排隊、服從。所以當秩序亂掉的時候，我們的第一個反應不是去問這個系統哪裡壞了，去找那個可以把秩序壓回來的人。歐美的校園劇啊，譬如說漢娜的遺言、性愛自修室，講霸凌、講創傷、講偏差行為的時候，他們在問什麼？他們在問這個孩子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家庭、學校、同儕、社會是哪一個環節失靈了？他們的答案永遠是複雜，永遠是結構性的，是沒有一個壞人，但每個人都有責任。但是每年他們要死幾百個學生。鐵拳教育給的答案是什麼？找出那個壞人，打趴他，問題就解決了啦。各位同學，這兩種答案反映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世界觀，誰好誰壞不知道。一種相信理解與修復，一種相信服從與秩序。鐵拳教育之所以在東亞紅成這樣，正是因為它符合了我們這種文化呀。
到今天都還對強人解決一切這個敘事特別着迷。鐵拳教育在韓國是一部架空奇幻劇，大家看了覺得哇，有這個多好。可是這個幻想的某個版本，台灣已經實施了幾十年哦。但台灣在有教官的時候，是不是真的比較好？各位回頭想一想嘛。所以你說鐵拳教育是純粹韓國的問題嗎？不完全是，它戳中的是整個東亞共同的那根神經。當教育出問題的時候，我們直覺的反應永遠是找一個更強的人進去把秩序壓回去。這就是這部劇的表面，一個很爽、很痛快、很多人看了拍手的場面。接下來我們要好好的分析這件事情。所以各位，這個戲呢，你看到的演員組合是這4個人：羅華正、崔強熙、林漢林跟鳳根大。不知道第二季會不會有不同的事情？但接下來看看再說吧。来，所以我們剛剛看的是影集，但《鐵拳教育》不是原創，它有原著，它改編自一部同名的網絡漫畫，在韓國最大的平台 Naver Webtoon 上面連載。我記得我好像有認識那個網絡漫畫家也在上面連載，還不錯賺。那所以這是什麼嘞？這原著漫畫是一部有毒的作品啊！我用"有毒"這2個字是有根據的，因為他直言不諱的態度，搞到連美國、北美都讓他腰斬了。我先講一個狀況，台灣可能沒有報道啊。台灣沒有報道是什麼？在北美這一部原著呢，在2023年9月，英文版在北美平台上被永久腰斬，整部下架。為什麼？因為他有一畫了一個白人混血的老師對着一個黑人混血的學生講出了 nigger 這個嚴重的種族歧視字眼，北美的讀者炸鍋，發起抵制運動。Naver Webtoon 的美國平台直接把整部砍掉，發聲明道歉說種族主義內容在我們這邊沒有容身之地，即使描述犯罪也不可以。這個是不是矯枉過正了呢？哦，開場的歌當然是 AI 做的啊，不然我做了嗎？你看我長得像什麼東西？我就特別配合今日鐵拳教育做的開場主題曲。如果各位有必要呢，我也開放讓大家下載，之後我再上傳，好不好？而且這還不全部哦，這個漫畫還有另外一個被抗議的爭議橋段。有一個單元呢，影射女性主義的女老師組成一個團體，在洗腦虐待小孩。這是一個取材自陰謀論的故事，有沒有？我們不要問我。劇情裡面主角就把那個女性主義老師一巴掌打趴在地上。這個橋段讓很多支持男權運動的網民拍手叫好，說女性主義者就該被這樣處理。韓國女性社群又再度炸開。各位，這就是原著的原始風格啦。那它本來就是有爭議的作品嘛，因為你要替社會出氣，你不能只說溫吞話呀。那所以這個作品是這樣子，那你看就知道了。原著以毒攻毒，以暴制暴啊。那問題來了，怎麼辦？Netflix 要把這個東西改編成全球播放的影集啊，所以他們把這些東西通通都切掉了。女性主義老師的单元、種族歧視的橋段切掉了，所以官方的說法是因為篇幅問題刪掉了好幾個單元。但你我都知道，篇幅是借口，那些東西呢是有危險的東西。所以你看，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知道原著裡面羅華正，他不叫羅華正，他是一個長頭髮抽煙的老師啊。
所以他们還把人物關係重新設計的。原著裡面那個議員跟模範計程車一樣，只是議員，是地方上連任3屆的議員，影集把他升格成執政黨的總統候選人，劇情張力一下子拉滿。原著裡2個主角的相遇也被改成為林漢林學生時代被霸凌，羅華正出手救了他，這種有羈絆的起點。各位同學，這就是我今天要點出來的第一個關鍵。製作方很小心，但他們留下了最核心的骨架，他們把有爭議的東西處理掉了，留下了最核心的骨架。最核心的骨架是什麼？就是以暴制暴，靠一個更強的人，靠拳頭來解決一切問題。各位同學，這個動作很聰明啊！製作單位不是不知道以暴制暴這個核心有沒有問題，他們當然知道，他們算過了，種族歧視、性別歧視2個雷，2026年全球不要冒這個險，所以這2個先排除掉，也許第2季會有啊，因為到底還會不會再繼續畫我不知道，但是強人用拳頭解決一切核心呢，這個不但不會死，還會大賣，因為全世界的人心裡都壓着一肚子壞人逍遙法外的怒火，給他們一個痛快，他們會買單。Alan Chen 在那邊瞎講，怎麼變成粉底液硬漢老師？你去看羅華正長得不是粉底液樣子，他長得跟張凌赫差很多，好不好？瞎雞巴講，沒看以後在那邊編，沒有，他長得像 John Cena， 他媽你怎麼說他長得像粉底液？不是。所以全世界的人心裡都壓着一肚子對壞人逍遙法外的怒火，給他們一個痛快，他們會買單。所以這是一個很精準的商業決定啊，留下會賺錢的暴力幻想。但是到底暴力本身算不算正義？我們大家可以討論，但至少他很爽，而且在面對這種無助無法解決的問題的時候，它就是唯一的解決方案。所以更重要的是 Netflix 把爭議的部分拆掉了一半，可是整個大韓民國，整個韓國社會在面對教育崩壞這件事情的時候，做的是一模一樣的動作，他們也只拆了一半，而拆了一半的代價是要用人命來付的。各位，這就要進到真正的核心了，請各位同學坐穩啊！來，我趕快念一下抖內壞掉龍九說，請支持國中椅子木板擔任阿德拉老豬，並按讚分享加群熱推購買商品，也請問老豬祝福打氣，謝謝。Mr. 阿卡塞子說，支持9哥使用國中椅子木板擔任阿拉巴豬大活動，請各位網友別吝嗇按讚手機熱推，有餘力者煩請移價扎在福利社選購精選的商品，謝謝。By the way， 不知道豬大這集的開場音樂是否有版權？如果沒有，說不定可以上傳到 YT 供人欣賞。沒有版權啊，而且 OK， 我現場就可以再放一遍。那就沒有版權啊，大家不用擔心啊 ，AI 做出來的啦。朱家毅說：“這是台灣處理國外新聞的問題比較有關吧？3分真實，7分誇大。”壞掉龍九說：“教書校案通報指出，2025年高中以下兒少自殺死亡人數達60人，創下19年以來新高。感謝聖母人權團體。”一箱穿雲巾說：“今天跟到不容易，董一下支持老豬。”Chris Wang 說：“以前的教官還要修理來學校早市的校外人士。”好了，各位，這個音樂本身就是沒版權，讓你隨便再可以聽一下。美國版拍不出來啦，你開槍底下就開槍把你打死了。來，從這裡開始不好笑了，為什麼？因為這是100%的悲劇，你沒辦法想象這是悲劇。我不開玩笑，我要講一個人故事，叫做金生熙。
Kim Song-hee 這位女老師死的時候只有23歲。我們先不要講她怎麼死的，我們先講她是怎麼活的。她生前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金生熙是首爾瑞二國小的1年級導師。瑞二國小在首爾的瑞草區，是首爾的精華地帶。他到這間學校報到的時候是一個新老師，到他出世的時候，到職才4個月，就是一個大學新鮮人去小學報到。你想想看，怎麼會出什麼問題呢？沒有問題嘛。他帶了一個班27個小孩，1年級6、7歲，剛上小學的小朋友。2023年的2月10號，那一年的結業式那天，他親手寫了一封信給班上孩子的家長。這封信呢，後來家長把它公開了。各位，我把這封信的內容念給你聽。他在信裡面回顧了這帶小孩子的時間，他和這27個孩子相處的回憶，還有他的感想。然後在信的最後，他寫：無論何時，無論何地，願孩子們都健康，都幸福，願每一個家庭都充滿幸福與平安。各位同學，這是一個23歲的新老師，充滿了熱情，充滿了期待，對他的學生，对他的工作許下的願望：願孩子們健康幸福，願每個家庭平安。他在學校裡面還做了一件事情，你看完鐵拳教育之後，一定覺得很熟悉。他把學校的一間倉庫呢，親手改造成一個小房間。這個小房間呢，是給孩子做心理諮商用的。他叫他做心靈的房間。他想要的是一個能讓孩子願意跟他說心裡話的地方。各位同學，請你記住這個畫面：一個新老師自己動手，把一個老舊的倉庫打掃乾淨，改造成一間溫暖的小房間，給孩子談心用。記住這個畫面，因為等一下我們會回到這個房間。所以鐵拳教育是套用這個故事，但改編了這個故事，拯救了這個老師。但是在現實世界裡面，這個老師沒有人拯救他。他改造了心靈的房間，聽小孩子說話，但沒有人聽小孩子以外的人說話，沒有人聽這個老師金生熙說話。來，我接下來念他的日記啊，這個落差實在是很大，但是我必須要念，我才能夠讓你明白他面對的是什麼樣的環境。前面那封信是他的願望，但接下來的日記呢，是他自己被現實碾碎之後殘破的內心。他的日記呢，是後來韓國 SBS 的電視台節目公開的。他寫說：我早上來到學校，感到害怕，胸口像被堵住一樣，喘不過氣。他寫：我覺得很茫然，我覺得很無力。他寫：星期一上班，業務像炸彈一樣炸開，全部亂成一團，所有的事情都變得好沉重，我好想全部放下。我喘不過氣，吃飯的時候手會抖，眼淚差一點就要掉下來。可是我到底是為了什麼這樣拼命掙扎呢？反正回去了，一切都還是一樣原封不動啊。他還寫了一句，電視台顯然是家屬授權公開的，請各位安靜的聽這一句話。他說他一天有幾十次想到要自殺。
但那是在痛苦中、在折磨中的求生。我想要活下去。各位同學，我想要活下去这句話，他沒有想到要給任何人看，他是在告訴自己啊，我應該要活下去，我必須要活下去。他寫在日記裡面的話，他不是想死，他是在那麼痛苦的狀況之下，還在告訴自己我要活下去。他努力了，他盡力了，但是他死前3天呢，傳了一則訊息給他媽媽。他跟他媽媽講說：“媽，我最近真的好累。”他媽媽問他是孩子讓你累，還是家長讓你累？他說：“就全部，小的事情一件一件堆積，太累，就全部啊！”各位同學，壓垮他的事情呢，不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是小的事情一件一件的堆積，是無數個微小的瑣碎的，看起來都沒什麼大不了的投訴、要求、責難，一層一層疊上去，疊到一個23歲的女孩子喘不過氣，撐不住了。2023年7月18號，金生熙被發現在學校裡面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而他結束生命的地點，各位同學，我前面講的那間他自己動手改造的心靈的房間，那一個他改造來讓孩子談心、讓孩子安心的房間，變成他自己最後離開的地方。而他走的那一天，他做了什麼？他哥哥後來告訴媒體的是，他那一天把所有該做的業務做完了，該報告的報告了，班級日誌寫完了。他把他身為一個老師，當天該做的最後一件事情全部做完了才走。他走的那一天，他做了什麼？到最後一刻，他都還是一個盡責的老師。他哥哥還說了一句話，他說：“拜託大家不要去騷擾我妹妹的同事，因為我妹妹很喜歡、很尊敬她的那些同事。她家裡床頭的窗邊貼滿了她跟同事們的合照。”各位同學，一個床頭貼滿的跟同學合照、跟同事合照的，寫信祝福每個孩子健康幸福，自己蓋一間房間給孩子談心的老師，他對這份工作是有愛的，他是真的想當一個好老師。這不是一個厭世的人，這不是一個內心充滿了悲情跟抱怨的人，這是一個對教育有愛、對孩子有愛、對社會有期待、對同事有愛的人。他被一件一件堆積的小事活活壓垮，這就是鐵拳教育那個心靈房間，那個國小老師被糾纏到顏面神經麻痹場景的真實來源。劇裡面那個溫暖的小房間，不是編劇憑空想象，他是金生熙老師用他的生命留在現實世界最後一個真實的角落。我講到這裡，各位同學，你們還覺得鐵拳教育是一部爽片嗎？它不是啊，它不是，它是從這間房間裡面長出來的，而且劇情還特別安排我們的教權局拯救了他最後的自殺的念頭，讓他去就診。所以你看，每一個爽劇背後都有一個悲劇，而且最重要的是，這個悲劇引起了一連串的悲劇。各位同學，如果金生熙老師是個案，如果他只是一個運氣特別差、心理特別脆弱的個人，
那這個故事就只是一個悲傷的個案，它不是個案，它是骨牌的第一章。在金生熙老師出事的同一天，2023年7月18號，在韓國全羅北道的群山，另一位老師也走了，一個帶6年級的老師。這個老師留下的文字是網絡上流出來的片段，不是全文，我拿不到全文，我也不能念全文，我念出的是流出的那幾句。他寫什麼？他寫計劃好的事情卻做不到，好痛苦。所有的未來，所有要做的業務都讓我感到恐懼。開學之後，遇到了管理者，好像變得更嚴重了。自尊感歸零，連跟人講話都做不到。這是一個站在講台上面，每天要對着幾十個學生講話的人，最後寫下我連跟人講話都做不到了。這還沒完，在大田有一位資深的老師，教了24年的書，他出事是為了一件什麼事呢？2019年，他把一個在班上動手打人的學生送去校長室，就這樣，來錯，沒有什麼東西，沒有任何不對的事情。結果嘞，這個學生的家長4個人輪流對他惡意投訴。然後在2020年，他被以兒童虐待告上法院。一個把打人學生送去校長室的老師被告兒童虐待，他纏訟10個月，最後不起訴，他換了學校，想要重新開始。但是2023年金生熙老師的事情勾起了他所有的創傷。2023年9月，他也走了。各位。到2025年，濟州還有一位40多歲的男老師被發現死在學校的倉庫裡。他生前長期被學生的家長抗議，精神壓力大到吃不下飯。群山、大田、濟州。一個接一個，那麼是什麼東西在這條骨牌的每一張上面反覆出現？是一個東西叫兒童虐待告訴。各位同學，你要聽懂這個機制。在韓國，因為兒童人權的意識抬頭，立了很嚴格的兒童虐待處罰法。這個法律的初衷是好的，保護孩子不被家暴、不被虐待，沒有人反對保護孩子，對不對？但這個法律在校園裡面被扭曲成了一個武器。只要老師對學生做了任何管教不是體罰哦，他把打人的學生送去校長室，在聯絡簿寫了一句比較重的話，把吵鬧的學生分開，家長就可以告老師情緒虐待、兒童虐待。一旦被告，老師就要走調查程序，就要纏訟，就要被當成嫌疑犯。於是就出現了一個荒謬到極點的局面，老師管教就可能變成被告了。謝謝出口物剛才抖內的20個會員，各位你再收不到會員，你真的是非洲人了啦。那老師會怎麼做？老師就不管了，學生在課堂上面鬧，霸凌別人，攻擊同學，老師站在那邊不敢動，因為他一動手管，他就變成兒童虐待的被告，賠上整個職業生涯，甚至賠上一條命。各位同學，你現在懂了嗎？鐵拳教育裡面那個教權保護局，那個派軍人進去，用拳頭把惡質家長打趴的幻想，他在對抗的就是這個真實的，把無數老師逼到絕境的怪物。劇裡面的羅華正
能夠凌虐那些誣告老師的家長跟學生。現實裡面，老師被那個家長告上法院，賠上性命。這就是為什麼韓國人看那部劇會看到哭，他們哭的不是暴力，他們哭的是終於有人替我做了那件現實生活中沒有人能做的事情。你看這個悲不悲哀？這個悲哀不悲哀？來，所以你知道，事件如果已經這麼絕望了，老師怎麼可能不反撲？當然反撲啊！各位同學，金生熙老師走了之後，韓國的老師們是沒有沉默的。韓國人的民族性是非常強悍，他們又站出來，用一種大韓民國教育史上從未有過的規模站出來。金生熙老內，老師們辦了12場大規模的聚會，其中最大的一场是2023年9月4號，那天剛好是他走後的第49天，也就是我們台灣人所謂的77，是一個亡者會回來的最後一個7天。老師們把那一天叫做公教育停課日。各位看一下這個照片，這個照片裡面密密麻麻的人，就是上街抗議的人。那不是雪，那就是所有的抗爭的人上街了，穿着黑衣，戴着口罩，從全国各地趕來的老師，光是首爾國會前5萬人，加上各地的教育廳、各地的教育大學，全國加起來大約7萬人，全身黑衣，安靜的悼念一個他們大多數人根本不認識23歲的同行，就是一個菜鳥教師。各位，你想象一下那個畫面，7萬個老師放下了手上的課，全身黑衣站在街頭，不是为了加薪，不是為了放假，他們是為了一件事，他們不想再有下一個金生熙。而這一次國會聽到了，金生熙老師走後不到2個月，2023年9月，韓國國會火速通過了一整套法律，叫做《教權保護5法》，包括了修改了教員地位法、初中等教育法、幼兒教育法、兒童虐待處罰法等5部法律。看起來是不是一個有頭有尾的故事？老師死了，人民上街了，國會立法的正義終結。各位，如果所有的故事在這裡結束，是一個悲傷但溫暖的故事，一個雖然有人犧牲了，但是制度被推動了，未來會更好的故事。但是很遺憾的是，故事沒有在這裡結束。2年之後發生了一件事，讓那所有上街的老師心都涼掉的事情。你看一下我們做出來的動畫啊，你看到我們這一個數字，我一邊念一下剛來的抖內。Free Swan 說，以前的教官還要修理來學校找事的校外人士，出口誤。朱大端午安康，大家趕緊幫朱大按讚分享出去，我要來送會員啦！各位記得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讓大家看鐵拳教育不是只看爽的，你要明白背後的靈魂深處的痛苦。CCL Epic 說，教育真的是國家的命脈，如果學校不行，只能是家長全心全力的去做。那請問家長全心全力的去做，誰來賺錢呢？你家的小孩是喝空氣的核融合是吧？
來，各位，2025年7月，金生熙老師走後2週年，韓國最大的教師團體之一教總，對全國4104位老師做了一份問卷。這個問卷的結果，我們叫它做一張教權崩壞的慘淡成績單。這個成績單有多慘淡、多悲哀？第一個數字叫79.3%， 79%的老師說教權無法施行之後，他們感受不到任何正面的變化。各位同學，請你聽清楚這個數字的意思。國會立了5部法，修了兒童虐待處罰法。開了無數次會啊，發了文，2年過去了，79%老師說沒用，什麼都沒改變，而且這個數字還在惡化。前一年這個感受不到變化的比例是73.4%， 1年之後變成79.5%，漲了快6個百分點。法律的情況不但没好，老師的無力感更深了。第二個数字4.3%。2025年上半年有48.3%的老師遭遇過教权侵害，將近一半。但是這些遭遇侵害的老師裡面，真正走申報程序的只有4.3%，不到1/20。為什麼？為什麼遭遇侵害卻不敢申報？問卷裡面也問了，最大的理由占了70%，怕申報之後反而被家長告兒童虐待，或者被投訴。各位同學，你看懂這個死循環了嗎？老師教权、教育權被侵害了，老師想申報，但是老師一申報，那個家長就反過來告老師教權侵害之外，然後告你兒童虐待，所以老師不敢申報，所以侵害繼續，所以下一個老師繼續被逼到絕境。所以這就是悲劇啊，這就是悲劇啊。所以啊，第三個數字是24.4%，教權無法給了老師一個權利，叫做把妨礙上課的學生帶離教室。法律白紙黑字寫了，你可以這樣做。陳 Allen 說，我朋友畢業回成功高中當老師，待了1年之後申請調去偏鄉了，至少偏鄉家長比較尊重老師，這沒辦法呀，偏鄉教育比較珍貴，珍貴就值得珍惜。來，但是真正的問題啊，敢把學生帶走、帶出教室，妨礙大家上課的老師哦，真正有做只有24.4%，不到1/4啊。而有42.6%的老師說想分離他們，做不到，沒辦法。為什麼做不到？一樣理由，怕家長反彈，怕被告兒虐。各位同學，講到這裡，事情已經很清楚了。韓國這個社會在金生熙老師死後做了什麼？他們立了5部法，他們以為把老師可以做什麼寫進法律，問題就解決了。但他們漏掉最關鍵的一塊，他們沒有解決老師一旦行使這些權利就會被告兒虐這個核心恐懼。法律給了老師一把劍，但法律沒有告訴老師，你拔出這把劍，你自己會不會被反手一刀捅死？這才是真相。
所以老師們最後還是把劍收起來。75%的老師呢，不敢用這一個工具；95%的老師遭遇侵害也不敢申報。這就我前面一直在講的，所有的社會都是做一半。韓國社會拆掉了舊的威權的體罰的那一套，這沒有錯，那一套早就該拆，但是他們拆完之後沒有蓋好新的東西，沒有蓋好保護老師專業、擋掉惡意投訴的那道防火牆，他們拆掉了舊房子的屋頂，但是沒有蓋新的屋頂，於是老師們就站在那個沒有屋頂的房子裡面淋雨。而鐵拳教育呢？鐵拳教育就是從這個沒有屋頂的房子裡面，沒有保護好學生的系統裡面長出來的。當一個社會發現他們的法律、他們的制度火速通過的5部新法，連一個老師被告兒虐的恐懼都解決不了的時候，人們會開始幻想。人們會開始幻想一個不需要走程序、不會被反告的，直接一拳趴惡人的鐵拳。79.3% 的老師說沒有改變，這是大韓民國的老師說的。那79.3%的絕望要去哪裡？他跑進了 Netflix， 他變成了45個國家的人看着一個軍人打趴恐龍家長，看到爽哭啊！各位同學，這部劇在韓國紅成這個樣子，當然有人跳出來罵。看有網友問說：“我是不是關出來？”沒有，我一律回答：“我逃獄，趕快報警，趕快叫地檢署來抓。”所以接下來要進到下一章啦。如果這麼受歡迎，一定會有人出來開幹嘛？韓聯社的報道，2026年6月16號，首爾市教育監鄭根直直接出來講，他說劇中的教權保護局是法西斯主義。分量最重的指責者就是首爾市的教育監，因為他就是負責這個工作的鄭根直。熊坤信，各位，這個家伙不是草包哦，他是研究歷史社會學的學者。2026年6月才剛連任首爾市教育監，教育監是我們的什麼東西呢？首都教育局局長，但因為他是民選的，所以分量很重，支持者很多，是有民意基礎的。他怎麼罵？2026年6月16號。他接受韓聯社專訪，講了一句很重的話。他說：“鐵拳教育裡面那個教權保護局是 fascist， 法西斯主義。”他說：“我們可以成立教權保護局，但是劇裡面那種方法斷然不可行。就算要保護教權，也應該要有具有教育性質的方式。”他主張的是呢，與其另外成立一個新的暴力機關，不如把現有的制度改好，用法律跟制度去保護老師正當的教育活動。好啦，都說是對的啦，曲高和寡是什麼意思？就是這個意思啦。來，謝謝華哥的抖內10個會員。那華哥也說了，大家趕快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我希望更多人看到鐵拳教育背後的是什麼。按讚又不要錢，700個人在線上，至少按個700個讚吧，對不對？我100%同意鄭根直的講法，他講的每個字都對的。用暴力解決教育問題，就法西斯，這判斷是對的嘛。還有，謝謝華哥又送了10個會旗。各位，非洲人你越來越多，怎麼收都收不到啊！小凱紅拿了會員的開心。來，
我這裡要補上正跟直沒有講的那一句話，因為如果只講到這是法西斯，所以不對，那我們就漏掉最重要的問題：法西斯從哪裡來的？各位，法西斯從哪裡來？回顧一下人類的歷史啊，法西斯不是憑空冒出來的，不是某一天一群壞人突然決定，我們來搞法西斯吧？不是法西斯啊！謝謝華哥，假日這麼開心。華哥又送了10個會員，你再收不到，我真的不知道，因為现在線上會員已經我都不認識，還有叫吹號的啊，眼前有景提不得，吹號題詩在上頭，但我們的吹號不題詩，我們的吹號寫底下，不寫詩，他只接到會員，來等等。法西斯永遠都長在一片特定的土壤上，土壤叫做正常的制度，已經救不了我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德國，威瑪共和國，經濟崩潰，通貨膨脹，社會失序，人民發現民主的正常的政府沒有辦法解決他們的問題。沒有辦法給他們面包，而且全歐洲堅持要繼續刻那個，那個時候叫凡爾賽合約，重罰德國，禁止他們做國防軍火工業，他們覺得不公平。然後呢？於是有一個承諾，讓我幫各位把秩序壓回來的強人就出現了。法西斯從來不是長在繁榮安定的土壤上，不是保暖思淫欲，它是動亂思救贖。它長在絕望的焦土上，它長在我已經試過所有正常的解法，但是都沒用的廢墟上面。各位同學，我再講清楚一點，法西斯主義根本最可怕的地方，不是一開始就張牙舞爪，恰恰相反，他一開始是以救世主的姿勢出現的。他對那些絕望的人說，你看那些講道理的走城去開會的立法的全都沒用，對不對？我不一樣，我不囉嗦，我直接動手幫把問題解決掉。聽起來是不是很像羅華鎮鐵拳教律裡面的督察，西裝筆挺，面帶微笑，一拳把你恨之入骨的惡人打趴在地上。人在絕望的時候是會被這種東西吸引，因為走正常程序又慢又累，又常常沒有結果，而且你以為正義，人家把你送到地獄去。所以為什麼每一次當一個社會的正常制度失靈，總會有人開始懷念鐵腕，懷念強人，懷念那個不跟你講那麼多，直接解決的力量。各位同学，你现在把鏡頭拉回到韓國的教室，金升熙老師死了，10萬個老師上街了，國會立了5部法，然後2年過去，79.3%的老師說沒用，什麼都沒變，我還是隨時會被告兒虐。你看到了那片焦土了嗎？你看到那片焦土嗎？正常的制度、立法、上街修法，全部都試過了，沒有用，全都試過了。請注意，那麼當一個老師發現他已經用盡了所有正常的、民主的、合法的手段，都救不了自己的時候，
他會渴望什麼？他會渴望一個鐵拳，一個不需要走程序、不會被反告、直接一拳打趴惡人的鐵拳。所以正根直說這是法西斯，他沒有說錯啊，但他漏了下半句。這個法西斯不是觀眾壞掉才長出來的，不是老師壞掉才長出來的，是制度先死了，他才長出來。當你罵那45個國家看着鐵拳叫好的觀眾，你們怎麼可以喜歡法西斯？我們明明是對的，我們左派拯救世界、拯救兒權、拯救女權，我們超正確。那你應該要問一下，是什麼樣子的絕望，逼得他們連法西斯都覺得是一種救贖？鐵拳教育不是病，它是症狀。真正的病是那一個連23歲老師命都接不住的死掉的制度。所以各位，我們要講，這個社會不缺曲高和寡、陽春白雪、瞎雞巴講的理論派啊！媽講法西斯我也會講啊，是你怎麼應付那些絕望的人？你怎麼回饋那些絕望的人？你怎麼告訴那些絕望的人，他們我講有道理，社會是進步的，你的人權被犧牲，你的機會被犧牲，你被踐踏是你活該，社會會感謝你的犧牲。你怎麼說得出口？你怎麼說得出口？說不出口。是崩潰的制度，像威瑪共和一樣，才會產生納粹，才會產生第三帝國。結果嘞？來，各位，順帶講一下，我們今天都沒帶貨，這是我們的屏東獅子鄉的芒果，熱天就是要吃芒果。那它最近大出，所以價格很便宜，一箱6公斤，24顆吧，才700多塊。強烈建議買這顆，我等下拿下去樓下就把它吃掉了。我芒果變透明了嗎？看，可是這是紅色的哎，為什麼芒果也會變透明？我看一下，是紅色的，哪有變透明啊？亂講。所以你知道台灣的悲哀是什麼？世界在往前走，但是我們被困在 DEI， 我們被困在左派的理想世界裡面。上面人跟你在講胡話，譬如說那個選市長的捲毛 Q 貓有沒有？他說啊，我可以解決為什麼內湖科學園區塞車的問題呀？大家都住內湖不就解決了嗎？那需要你來講哦。那公司為什麼不開在你家樓下呢？那麼廢話，你往左邊超過就隱形，它去掉了去背的位置啦。那不然你講說，那我後面房間難道隱形了嗎？所以呀，好了，各位，洗版一律送你上西天。來，我跟你講，天真的人永遠是天真的，因為他沒有受過社會的鞭打。社會不鞭打他，是社會不負責任。目前486個讚，幹，那等等，趕快多按讚啊！媽的，800多個人只有不到1萬按讚。所以啊，提醒朱大家換髮型哦，在我的心中，他永遠都是泡麵頭。我才不管他換髮型了沒了，我幹嘛在意他髮型？哎，趕快495啊，馬上破500，先破500啦！來，我們講到這裡，先要告訴各位一件事情，故事很清楚啦。
鐵拳教育從來不是一部關於正義的爽片，它是一張診斷書。它告訴你什麼？它是整個社會的公共教育慢慢的、安靜的死亡了。現在你得要站出來替他說說話，你不站出來說話，就什麼意義都沒有，就什麼也救不了。你的小孩、整個國家下一次都會完蛋，因為我們充滿了這種說垃圾話的官員，我們充滿了這種說垃圾話出來到處跑的人。華哥說，以前教官為了感化我們這些壞孩子，還跟我們拼酒。哎，典型在溯溪，責人日已遠。謝謝這個火燒老二小走走的走內。什麼？你不知道朱大有演？因為我沒演，他們廢話。我只把它做進去而已。于 K 說，以前高中教官救過我2次，我很感謝教官。對，所以各位，我們今天花了這麼長的時間講韓國的事情，講瑞二國小，講金生熙，不是為了讓各位爽的。我要講這件事情。我沒有要你同情韓國，我是要你照鏡子啊！我是讓你明白，台灣正走在韓國2023年的同一條路上。我問各位一個問題啊，最近台灣的新聞有沒有一個老師因為在學生的聯絡簿上寫下了一句關心他教數學練習狀況話，結果被家長不斷投訴，被學校調查，搞到身心俱疲？有，這不是韓國的劇情，這是台灣的。2026年6月，立法院公聽會上真實被提出來的案例啊。最近是不是也有一個老師？我不知道他是國小還是國中老師，他媽被強制送醫耶！強制送醫是什麼意思？是醫師要同意，家人要同意，自己要同意，還不一定能夠過的一個東西。你要被全身上下綁住束帶，綁在床上不能動，關到他滿意為止。他媽一個老師就被這樣送進去哦。有沒有這麼奇妙？所以啊，什麼事情遇到老師、遇到特定的陣營執政的時候，就他媽不一樣了。華哥說目標快完成了，還差10個，各位趕快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啦！我們有一個制度，台灣有一個制度很妙，叫校事會議。它的初衷跟韓國的兒童虐待處罰法一模一樣。哎呦，是好的，是為了處理真正不適任老師，保護學生。沒有人反對保護學生嘛，對不对？但是這個制度現在正在被異化成什麼？正在被異化成一個讓老師動輒得咎，只要被投訴就要走調查程序的東西。幹，你以為調查程序不花錢、不花時間、不耗心思嗎？耗啊！台灣的老師現在也開始學會了那一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學生在課堂上弄，我不要管，因為我一管，我就變成下一個被投訴、被調查的對象。各位同學，你發現了嗎？這就是韓國2023年的劇本，一字不差。有學生有老師遇到什麼狀況，家長為了要求老師解決問題，他媽一天傳幾十封訊息給他，然後還有在他 Instagram 留言，還有說他不檢點，還有說他有問題，然後家長要求老師處理的是什麼？處理的是什麼？
是嗎？我在外面跟另外一個家長在舞蹈教室起衝突，老師要幫我調解，干他屁事啊！你們兩個家長在外面舞蹈教室起了衝突之後，老師要負責幫你調解，你衝啥？幹什麼？幹什麼？丁說，我讀小學那個年代都是被老師打擊、言語霸凌，現在怎麼反了？就反了啊，醒了沒？華哥說，勿忘8088，人家現在改新人設了，不一樣了。韓國已經走完了這條路哦，整整走了2年，把結局演給全世界看了。老師死了，人民上街了，國會立法了，然後79.3%的老師說沒用，然後一部叫《鐵拳教育》的法西斯爽片紅遍全國。台灣呢？台灣不但沒有鐵拳教育，台灣只有與惡的距離跟零日攻擊這種爛片，沒有人要看。幫廢死講話，裡面零日攻擊還有媽人變成豬，幹這是什麼魔法片？是不是？你以為模仿阿嬤嗎？台灣站在這條路的起點，我們還在。老師在聯絡部關心學生就被調查的這個階段，這是韓國2023年的劇本。所以今天這一集我們要收斂，我們要收束，要收在3個真相上面。第一個真相，只有傷人。當我們拆掉舊的東西，拆掉體罰，拆掉威權，拆掉那個高高在上、不可挑戰的老師，這件事本身是對的。那一套早就該分析、該修正，可是真相的另一半事情，是你拆掉了舊的秩序，卻沒有蓋好新的秩序跟處理。沒有蓋好如何保護老師的專業，擋掉惡意的投訴，重建親師之間的信任。如果你不會這樣做的話，校園不會變回天堂，它會掉進一個真空。第二個真相是等價交換。各位同學，這個世界沒有免費的午餐，你免費拆掉了秩序，你以為你什麼都沒付出？這個世界賬單會來的，賬單會來的。他會在10年之後，以一種你想象不到的形式，重新來到你家。韓國付的代價是好幾個老師的命，加上一整代人躲進鐵拳教育裡面的位置。而台灣的賬單現在還沒有到期，因為它正在累積。我們每一次讓一個盡責的老師，因為怕被投訴而選擇不管了。我們每一次逼走一個有熱情的好老師，我們就在這個賬單上多加了一筆。各位同學，我們要特別講一下逼走好老師這件事的可怕，因為它是無聲的。一個老師被逼到輕生，會上新聞的，會有人上街，會有人記得，但他就犧牲了。一次的犧牲只會召喚一次的覺醒，但他的命就沒了，他從此沒有辦法改變這個世界。但是更多的老師啊，不是死掉，而是心死。他們還在那個位置上，每天上班下班，但是他們已經放棄了。他們不再多管學生一句，不再多付出一份熱情，因為他們學到了一個慘痛的教訓。
你越認真越容易被告。各位，我們目標還差4個啊，在大家加上華哥那麼努力的斗內之下，快要達到了。台灣的台派現在很蹊蹺哦，他們在罵大韓民國的總統，大韓民國的總統支持度有60%呢。你要不要回家看看你賴清德支持度有多少？支持度少的人打支持度高的，而且說他親中賣台，說他做票，幹讚。台派除了腦之外什麼都有，對不對？這麼嗆。Lex Chu 說，不管以前老師面對霸凌事件到底是做得好或壞，但現在老師是怕家長搞事，直接自廢手腳，根本本末倒置。華哥說新人設嗎？柯志恩不知道在假君子什麼，怎麼不趁這一波鐵拳風潮邀請8088來討論教育跟校園霸凌問題啊？他會就不是柯志恩的啦。所以我跟你講，大家不要對南部的任何一個地方抱持希望。2026年不會有，台南、高雄、屏東都不會翻轉，沒有機會啊！都這種人，好不好？都這種人，隨便。Mr. 阿卡賽斯說，再抖個目標。曾經小時候很尊重跟尊敬老師，家長還會說我家小鬼惹你不愉快，可以往死裡打。當初會想我是你親生的，現在想來真的是為了小孩好。台灣已經變成打也不是罵也不是的狀況，連軍中也是一樣。小弟就不信，就算現在教官回到校園，那些教官們為了平安退我的終身俸，也不會過多干涉學生吶。這個委哉台灣政府。華哥說，葉元之委員近期立院諮詢，大家可以去看，很認真。Winston Ruby 說，在票選社會裡面 ，Winston Ruby 好像人在廣州，是吧？當某個職業人群被單獨拿出來，被整個社會審視，從而被立法規範，那一刻開始注定了這個職業人群就是會被霸凌、被壓榨，導致這個職業越來越被社會厭惡，越來越背離其本業的職業使命。老師如此，醫生亦是如此。台灣朋友可以好好想一想，我們會很認真的想。蕭凱紅，謝謝你的抖內，而且我們的目標也因為這樣而到齊啦，謝謝你。Mr. 阿開賽始說，看到這個目標，當朝政府都是往支持度的地方壓，看看日本，看看美國都是如此，只能想說不意外了。看高市早苗又來到了生涯民意新低點，台灣這麼支持他，真開心。蕭凱紅又抖了一次，謝謝你。柯和風說，朱大晚上好，抖個目標，端午節快樂，好久不見，柯和風，希望所有人端午節快樂。所以啊，當你創造出一個環境裡面，你越熱心、越認真、越容易被告的時候，真正有熱情、真正想把孩子教好的人，謝謝華哥的大抖，這個給我一個機會，讓我們多分享出去，好不好？今天、明天、後天都是端午節的認真場，非常努力。各位有空要來看，來，於是這變成逆向淘汰啊！真正有熱情想把孩子教好那種老師，反而是最容易受傷、最容易陣亡的。而那些學會了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反而過得最好。各位，這是逆向淘汰，他把最好人淘汰掉，把最會自保人保下來。這過程沒有屍體，沒有新聞，沒有人上街，但是他對一個社會的傷害是更深、更長、更難挽回的。因為等到他那一個世代的小孩長大，他們會發現，他們從來沒有遇過一個願意為他們拼命的老師。第三件事情，我要留給各位同學，那個在 Netflix 上面看着鐵拳打趴恐龍家長，看到爽哭的衝動，我完全懂，我100%懂。但制度爛到救不了你的時候，你幻想一個強人來幫你把屋頂蓋回去是人之常情，可是各位，鐵拳從來蓋不回屋頂，鐵拳的工作是破壞，
鐵拳只會把整棟房子連同裡面的人一起砸爛。華哥又送了10個回憶集啊，謝謝你。這個河畔微光說端午佳節快樂。蘇丟冠說什麼時候把人本教育全面消滅了，台灣教育才有救？這個 Winston Ruby 問了一個問題，各位回答一下吧。我想問一下台灣的朋友，如果你們的家人計劃投身公立教育事業，你們會勸阻他嗎？我先這樣講，我會請他回頭去想為什麼。如果他自己想錯或者沒有想清楚，那就勸他不要。因為選擇是自己的，但是錯誤是可以修正的。所以以台灣現在的狀況，公立教育一律說不要，社工一律說不要。我就建議你去台積電就好了。Man Chuang Wu 說，教育現場就是劣幣驅逐良幣，好老師灰心下線，壞學生留下來。有啦，我特別叮嚀一下，今天這一集，你身邊有人在做老師的，你就給他看，讓知道鐵拳教育的背後是有完整的悲劇做背景的，不是只有爽片，不是只有爽片。但是你應該要從裡面明白、選擇、思考一件事情。Man Chuang Wu 說：“千萬不要，我就是台灣教育領域，我都要跑了。”所以各位要想想看啊，老師留下來是為了整個國家，你絕對不是為了自己，這不是一個好的謀生方式啊。袁說他家族裡有5個老師啊，哇哦，來沒關係。韓國的教育監正根直說的沒錯，那是法西斯，可是你光罵他法西斯沒有錯啊，可是一點用都沒有，因為你沒有改變整個狀況嘛。只要焦土還在，絕望還在，就可以讓整個法西斯繼續生存。只要老師還是管教，就會被告，就會被校事會議處理。只要那79.3%的絕望還在，你罵倒一部鐵拳教育，明天就會長出第2部、第3部了。真正能讓鐵拳的幻想消失的，從來不是禁止那部劇，是把那片焦土重新變回可以好好教書、好好長大的土壤。各位同學，你回頭想一想，這個的 Netflix 的劇名叫做《真教育》，真教育原本是什麼意思？這個詞在韓國本來是1980年代那些帽子被解雇的風犬站出來反對體罰、反對校園貪腐、爭取學生人權的老師，他們的旗幟了。真教育原先的意思是把孩子當人看，是溫柔的，是進步的，是保護孩子的。結果今天這個詞被一部講用拳頭打人的爽劇借走了，你看荒不荒謬？變成了以暴制暴才是真教育，這是一個多麼殘酷的反諷啊！也就是其實我們常常講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時生便死，千古終寧有誰知啊？你當時的改革，結果自己變成怪獸，屠龍者終成惡龍啊！那個23歲的老師金生熙，他在信裡面寫：願孩子健康幸福，願每個家庭平安。各位同學，這句話才是真正的真教育，不是那一拳打下去的鐵拳，是一個老師在他生命的最後還願意留給孩子的那一句祝福，占整個社會、整個體系，各種各樣的恐龍家長把他逼死了。
真正的真教育是金生熙在信裡寫的那一句話。願孩子們健康幸福，願每個家庭平安。不是羅華正的一巴掌或羅華正的一拳吶，別讓台灣走到那一步。但是沒有辦法，台灣絕對會走到那一步，而且我們沒有羅華正，我們甚至會有更多的金生熙，這就是台灣的逆向淘汰，這就是悲哀。但是我要說的是，在那之前還要再死幾個老師。各位，這個問題留給在線上的各位好好的思考。我先把我的這個要飯狗皮膏藥貼出來啊，各位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請各位有空多抖內。對啊，我這樣覺得啦。我先念一下各位的抖內，有一些人很值得討論。這個蕭凱紅說，這部劇我比較深刻是恐龍家長當成自己的小孩在接受教育，而家長一直想要客製化教育，導致老師呢一個分飾多角，變成畸形的學校教育。沒錯，古人說要因材施教，但那是一個理想而完整的制度下，而且古時候老師可以打人，好不好？這個才能實施啊。Feed the World 說太慘了，我現在人在國小教書，朱大說的都是目前教育現場的真相。我個人其實是很反對學校要求老師要把 LINE 或是建群組這件事情達到標準。你私立學校或許可以，你領比較多錢，但是憑什麼要讓老師把私人手機？你應該要發一個公發手機給老師，上班才打開。結果現在不是啊，大家都用自己私人的手機來弄啊，幹真是很鳥。來，蕭凱紅說，但我國的教育規範是一個要把老師當成一個六邊形戰士來規範，實際上是老師有面對學生的排擠、家長的投訴威脅，甚至連教育局、教育部都不是站在老師這邊，是要讓老師如何在學校教導學生，真教不了，真教不了。Winston Ruby 說，萊爾做校長很難避免的啦，靠北嘞。原說人性本惡，自從老師沒有管教權之後，學生素質雪崩啊。蘇丟冠說，小小抖，順便發洩一下，恐龍家長跟社會法規的毛病，不就人本教育搞出來長達20多年的智障，無條件包容唯一標準？人本誰說不好？史英以前搞人本，搞到他的下一代變成繼承能力啊！他媽史哲忽然長出來了一個管理高鐵的能力了，你說好不好？這個投資讚了！你一輩子搞人本教育，搞到你兒子變成高鐵專家，現在在當高鐵董事長，帥不帥？這個投資真值得，真他媽值！然後那個。所以啊，值不值得？史哲超成功的嘛，大家都同意我啊 ，McKinsey 也同意啊。原是家裡有6個老師哦，他講的很正確，是人性本惡。自從老師沒管教權之後，學生素質雪崩。我絕對不會講說世界上每個老師都是好老師，總會有。我以前有遇過多誇張老師，他做事就比較激烈一點。我們班上有那種很窮的學生，不刷牙，我覺得再怎麼窮也沒窮，所以後來老師叫他用水槽的刷子刷牙，我靠，刷到都流血了。所以啊，我絕对不會說老師超棒，老師永遠不會錯。但問題是，現在的世界怎麼會天地逆轉呢？你要讓知識被傳遞，你要讓學生了解。社會教育跟學校教育要管理他們，怎麼可能沒有強制權呢？你看看現在部隊連體罰都不行了，他媽這部隊能打仗是吧？
對不對？Mr. 阿卡赛子說，金哥說不婚不生，快樂一生，这个含金量越來越高了。对啊，山仔醫生說，以前我老師對會打人同學呢，都是直接飛踢一腳。所以啊，各位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啊。順帶一提，我再強調一下，第一個，趕快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我們的直播到這邊快要告一段落了。那芒果呢，請你趕快在這邊下單，700塊，大概比市場上大部分你還要加上跑去挑的時間呢。這個700塊，26顆是吧？還是25顆是直接寄到你家的嘍？查理說不好意思，問一下教職，如果轉職之後有什麼行業比較推薦？想離職的，去做保全或者是便利商店店員。哎，不是開玩笑的，我的意思說，你要麼去鼎泰豐做那個鼎泰豐的前場，幹收入都很高，好不好？或者是當導遊一直講話，不能說錯了。炒股票，你要趁着股票還有得炒的時候哦。不是，現在國中只有升輔組啦，輔導，沒有訓導了。華哥說人數上升到921人了。好了，最後我們來討論一下老師要怎麼辦。外送員最近狀況不好哦，因為 Uber 一直調價。開始往上升到最後，大家就不報了。蘇六官說可以當豪宅保全，1個月55000，爽死你！夜班加年終會到6萬，真沒有訓導主任了。蕭凱紅說換要轉職人來開車，鼎泰豐外場沒有這麼好做，有語言需求啦，但是就是累啊。我這樣講，你想轉職，一定要設法培養第二能力啊！你不能就說我擅長當老師，這樣是不行的。以前訓導主任的故事我們都聽過啊。畢業典禮的時候，警察開車到門口，然後保護學校老師不被幫派揍。但是那個年代的黑道怕警察，現在在阿迪亞都是吸毒的啊。現在阿迪亞都是吸毒的，媽媽吸毒連他媽都不認識的，你覺得他會怕老師嗎？不會啊。退休，劉冠超又來了，他說現在生的就生的吧，小孩子要練好體力，以後做辦公室人估計只有現在10%，而且學歷越高，可能就業機會越少。現在整個人類的生存邏輯變了，大家迎接下個時代吧。病房看護工啦，但是你那個體力要好哦，你要報老人不好報原說我遇到過小學讀6年英文到國中連發的這種單字都會拼錯，這沒辦法。來 ，Kimo 麥說校事會議的前身應該是民進黨開始拿掉學校管教權導致的，以致若有教師管教學生，很容易被不附證據的匿名檢舉到教育局，然後教師就必須替自己也找證據證明沒有錯。校事會議所有查證流程走完，老師不死也半條命。這個我被檢舉過一次，是我請假帶家人複診，就被說我身為導師沒有全程在學校。
VV in 說，我教過學生到國中只會寫自己的名字，幹你很厲害呢！媽，有學生到國中連自己名字都不會寫。老師被蓋布袋打一頓，誰不會蓋？蓋，當然。哦，還有說以前當兵休假不會寫那個字，寫體假，是吧？謝謝謝海獺，謝謝盛存小屋。哎，周六的斗內網友為什麼跟平常不太一樣？火烤老二小，不是火燒老二小，走謝海獺跟盛存小屋，妙。所以啊，今天星期五嘛，讓大家開心一點，好不好？來單差不多了，今天的直播又到了投票的時間了。各位，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好，講的也好的話，請按一。但是請各位務必注意，我建議，如果你覺得今天真的好的話，把內容分享給你的教育界的同事，好不好？那這個如果覺得不好就算了。你如果覺得內容好，講的也好，請投一；如果你覺得內容好，講不好，請投二；如果你覺得內容跟講的都不好的話，請投三。我來看看現在有沒有人抖內。就劉冠超又在跟我講，那個股市投資的事情。來，我看看啊，微信沒有人，支付寶有沒有呢？支付寶也沒有。華哥又送了10個會籍呀，不錯喲。啊，再跟各位講，我們所有帶貨商品包含的信豐豬肉、肉粽，不知道還有沒有，包含了香腸，包含了雲漳牧場的台灣牛，包含了我們之前賣一大堆，最近又叫了6大箱的那個雲林台西鄉農會。謝謝什麼什麼明說朱大端午佳節愉快，也謝謝你端午佳節愉快。這個什麼時候明說現在老師都變成當作業員一樣？對啊，就是去點名尿尿下班。來什麼什麼明說教育失敗將是最大的國安危機。對呀。哦，什麼時候明說昨天沒抖，今天抖一下支持。好了，謝謝你哦，我看看還有沒有什麼防禦教學，就站着不要動，叫做防禦性教學。來 WeChat 這位網友是誰嘞？華哥又送了10個會員了，謝謝華哥。華哥今天瘋狂大放送，到底還有誰沒有收到的？那什麼情說大陸相對比台灣好，家長還是比較尊重老師，學生也是怕老師的。哎，希望你們可以長久這樣下去，好不好？這個也希望。什麼白抖內的沒有說話。什麼照也謝謝你的抖內。非洲人沒有都上岸，非洲人都還在，真奇怪。好了，謝謝華哥哦。那明天就是一個題目，今天已經決定了，叫台海到底什麼時候開戰？這個是很奇妙的一個題目。那我們花了很多時間來做，好不好？希望大家端午佳節快樂。粽子呢，就吃幾個，之後下禮拜做運動吧，好不好？那明天應該也是7點到8點之間開播。為什麼都定這個時間？有時候跟兒子吃飯，時間不能確定。明天晚上7點到8點之間開播。
講到9點到10點之間吧，好不好？哎，今天早結束，我等下就去看《模範計程車局》。我每天都7點到9點直播啊，各位記得要回來看吶，好不好？那各位，謝謝大家，帶貨的商品，請大家繼續要看。然後我看看啊，今天結束的時候可以播一個鐵拳教育，大家拜拜拜拜。你的規矩碎了，我的拳頭是新的邏輯。這一刻沒有討價還價，只有鐵拳教育。鐵拳教育。你的規矩碎了，我的拳頭是新的邏輯。這一刻沒有討價還價，只有鐵拳教育。